狱者顾谦，死亡即永久出局。本游戏无复活机制。我了个雷啊！这不是我写的游戏吗？我穿越了，就不能穿点牛逼人物吗？最低等级还不能复活？靠！入狱者神月，入狱时长17日，体力值11。他的体力值所剩无几，看来这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趴着享福呢，起来可恶！磨蹭什么？妈的，今晚没你饭吃！体力归零，强制卸载负重，当前禁止继续劳作，违则触发不可逆损耗。体力归零不死，但再强盛就会掉血。没想到我亲手写的规则坑了我自己。新来的背个200斤，却把腿背软了。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当心把自己压扁。体力值每完成一趟运送加0.3。就当是刷经验了，我扛。负重上限加8%。累死爷了！这破系统，早知道当初写简单一点了。新来的，今天扛了几趟？200斤那组12趟。以前没做过体力活吧？脚跟先落地，重心压后3分，腰才能借上劲儿。谢谢苗叔。明天少逞能，先把步伐走稳了再说。以前设计过一个机制，叫效率复利，每一点微小成长叠加起来，会产生指数级突破。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按照这套逻辑运行的。竖着拿筷子，这是刷短视频时懒散的姿势，不是本地人会有的习惯。这亮度还不如一根蜡烛。你手机没电了？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。我超威哥们儿，我被困17天了。你知道我见到你多高兴吗？城东有个散修屋，散修在那儿接活，价格比码头高1倍。盐仓区最近查的严，轻易别往那边凑。还有冯掌柜那边消息最灵，但得拿东西换。咱俩结个伴儿怎么样？有消息互通，总比单干强。行，互通消息，信息共享可以，核心秘密绝不透露。今天搬了多少趟？赚了几个铜子儿？12文。今天用了新步伐，工头多记了几趟，实收25文。也行，慢慢来。这个铜板能信几分？14文，给你16，找零不用。掌柜多给了2文，这是为何？眼头活，扛包的时候脚不稳，货没颠坏。码头这地方会护货的伙计不多。掌柜见多识广，我初来乍到，燕泽城的路数还摸不清，能否请教几句？燕泽城就3根柱子冲衙，通衡司握着官道驿路，生死文书都从那儿过。3大行商世家捏着盐铁货运，货进货出，绕不开他们。散修那帮人游在2头之间，谁给钱给谁卖力。你们这些底层苦工想出头，3条路：货铺那边定期考核，通过了生木工，寻了散修师傅，学2手功夫，做武者学徒；再不然走通衡司的义称路子，考核过关有腰牌。世家散修，3方格局，底层3条出口。先记：货站故宫，门槛低，天花板也低；武者学徒，拜师代价未知，时间成本高；通衡司议臣，考核路线有规则可钻。这世界真的在给我开挂。下午冯掌柜说到盐铁货运，话题转得突然，盐引制度4个字一次为题。凡是有人刻意不说的，往往才是最值钱的。试用期核查，白纸黑字，这3天你们搬运损耗超标，按规矩扣。不服气，签了领单走人。废话少说。于爷，
这孩子才来5天，手生打烂了，不是故意的。苗老头，你在这码头几10年了，还不懂规矩？少废话，再多嘴，明天你的位子就没了。哼，20年了，见怪不怪。不只是为自己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时机不成熟。你还会主动出提示？这系统似乎还会根据我的处境给出限制和建议，它到底还藏着多少功能？2人抬运，来回都空手，中段路程全是浪费。3人接力，每人只管8步，包不落地，速度能快将近40%。工头，我说个法子，你听一下。现在2人一组，来回20步，改成3人接力，各不落地传下去，中途省掉折返，速度能快不少。你来几天了？5天。行，下午试，出了岔子你补掐。这小子不傻，才来5天就把路子改了。捡了个漏子，有什么好学的？才6天，就有人开始笑了。一个痛点就是一次机会，下次我要找能卡住他们脖子的机会，那才叫路。比往日多出3成半，是个叫顾谦的辛苦工提的法子。大人物嘛，认识了。听说你昨天涨薪了，运气好。运气好？怎么个好法？搬包的时候没扭到脚。这个人要盯住。今天多吃了半碗。谁多吃了？你扣3倍铜钱，记账。于管事，他出来不懂规矩，今天记下，下次不会了。哼。画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城里最近不太平，听到什么风声没有？有江湖人在查什么东西，码头已经有2个外乡面孔被带走问话了。昨天的事儿。城里有人在查什么，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在查什么，这比知道了更危险。想见谁？城里有没有专门贩信的人？你要的是哪路的信？货运。近1个月，燕泽城码头有没有走得急、卸得快、不留痕迹的船？你有多少本钱？30文。等着。30文，只买1条有用的。半个月前，有条江船临时跪靠咱们码头，夜里卸货，卯时不到就解拦走了。船号？后来那船走了，没有登记船号。船上号没做。3天后，城南废弃渡头的芦苇丛里找到了他的尸首，随身的东西没了，值不值30文你自己算。对了，城里最近有个江湖散修在查失窃妹秘术的事儿，翻得挺急，名字叫燕无绰，已经在燕泽城待了有些日子了。这条白送。燕无缺在城里翻得这么急，追的是失窃秘术。石本死得干净，随身物品全消失了，2件事能接上。但谢基说的是随身的东西没了，是死后被人搜走，还是石本早就把东西藏在别处？一个亡命的人知道自己在被追，不可能把要紧的东西一直揣在身上。他留在城里没走，等的是什么人，或是要回去取什么，这才合理。死的时候身上没有，不代表东西已经到了别人手里，更可能是他提前就地藏了，死前没来得及转移。城南废弃渡头，他死在那里，藏东西的地方不会离得太远。
燕无缺还没锁定石奔这条线，否则城南早就翻过了。是抢在他前面，还是撞上他的刀，就差这一步了。持有人石奔，供职某江湖门派货运队，身份状态已注销。东西不在这里了，被人取走或者转移。但燕无缺那批人还没到过这里，地面没有多人踩踏的痕迹。老人家，这渡头前几日可有外人来过？来过，一个年轻后生，脸色不好，说是等人。他可有寄放什么东西？你是他的人？他已经出事了，我替他来取。说好3日后来取，人没再出现，我就一直压着。多谢。我操，顶尖，不是普通秘术，是顶尖。燕无绝的人来了，封金扯罢。封锁区域，配合搜查，不要动。搜什么？我不过是码头苦工，走错了路。少废话，摊开衣襟。妈的，跑了！体力38，够用，撑得住。没地方跑了，乖乖交出搜到的东西，我们不为难你。废液那一段呼吸导引能不能用不知道，但现在没有别的牌了。看清脸了，坏了，他记住我了。燕无街很快就会知道我的脸。西壁还土4个口诀，我记住了。玄煞潮汐宫进度3%。潮汐吐纳，根子在换气节律，不是满练气力，是调感知。3%，昨晚那一口气，也许就是这3%在起作用，也许只是那个随从自己犹豫了。不重要，他记住我的脸了。今天这粥更细了。你这几天晚上去哪儿了？苗叔说你连着3天半夜不在铺位，还能干嘛？肚子不对，茅塞蹲坑。那边2个被带去茶肆问话，你听说没有？说是外头来了个散修，正到处查什么东西。码头的事儿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沈月，信任值下降5。信任度下降了吗？近来在棚里住的可还习惯？吃食那边有没有亏待你？都好，多谢长师挂念。你来货队这些日子，我听人说手脚干净，做事稳当。货站这边过些日子想对几个踏实的人开转岗的口子，顾青谢掌柜提携，我记着你了。问住的习不习惯，问吃食，最后绕到转岗，这不是笼络，是摸底。他想知道我现在需要什么。当前善意动机未明，建议保持距离。燕无缺在外面收网，陆英在里面递绳子，这2根线迟早会绕到一处。
哟，顾谦，这几天进窟勤快得很啊！进窟费30文，这地盘上讨生活，规矩懂不懂？这位会来事儿，倒是省心。你刚才那样子，30文就把自己卖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连句硬话都不说。说硬话有什么用？起码让人知道你不是软柿子。让人知道，然后呢？反正我不会受这种气。罗七已存档，心率偏高，6万旧伤。30文买一份数据，不亏。我有情报，你说值不值？今天下午，沈月在背巷找了罗七的手下说了一通，最后换了一包吃食走了。我看得清楚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你要是倒了，我少个能换情报的人。谢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你没有下次机会了。沈月那边的消息比我预计的传得更快。都别动，找个人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别装了，带走。你可以继续找我，但我建议你想清楚，你能承受什么。气感层习得11%。可惜，残叶只给了我皮毛，刚才那一下就已经是上限了。首次实战，战力评定。更新体力值+2，感知值+1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必须要找到完整版，开启龙傲天的生活。妈的，顾谦，再给老子跑啊！昨天不是很嚣张吗？暗坑在那里。这里很黑，他没有玄煞潮汐功，就看不清。看我阴死你！你要耍什么鬼把戏？暗坑就在那儿，来吧。域内生命体征骤降，判定受伤，尚存活。看来今天杀不了他了，先撤吧。没死吗？真是可惜了。五岩窟深处密室区域未探入，未解锁。得找机会看看那片密室。昨夜岩区出事了，罗琦不见了。他手底下的人翻了整个古岩窟，连影子都没摸到。啥时候的消息？今早的，码头上都在说，有人已经盯上那片地盘了。那个叫马瑶的，你知道吧？今早一大早就跑去岩仓区转悠，说要暂代管事，嗓门比锣还响。这种时候跳出来，怕死的不够快吗？
来了。结合烟雾区搜查方向与石奔残本，判定目标与残卷同源。完整典籍宜在石奔燕泽城藏身处。石奔把残页点押出去换钱，是走投无路了。完整的那本他没带走，就藏在这城里某处。最近盐仓区不太平，罗七的事儿你想必也听说了，码头上都传遍了。你在盐仓区那儿带走动多，消息灵通。我是想着，你手里若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不如交给货站代为保管。这外头乱，放在我这儿，我保你周全。他不是要钱，要的是一个把柄，把我拴死在这里。长师说的是，我手里确实有2样东西，只是还没理清来路，怕拿出来反而惹麻烦。给我3日时间，我亲自去查一查，查清楚了原原本本交给长师。3日，就3日。当前最大威胁陆基，燕无却在收网，马瑶在占地盘，陆一给了我3天，3条线同时收紧。苗叔，您做了20年搬运，现在这批盐货分量，感觉如何？差一截呗，30斤的包，上手就知道只有27、8，发往通恒司那批更明显。我手里过了多少麻包，心里有数。差了这么多，通恒司那边没说什么？上头的事儿，我一个老搬运管什么？说了没用，不说还能少惹麻烦。饭量差一截，不是偶然短进，是批批如此。码头上的老故宫，平日都议论什么？全是些废话。不过前些天有几个老人喝多了，提到陆长室有2本账，一本给上头看，一本自己留着。谁说的？说清楚了没有？没人敢细说，一听见动静立刻换了话头，我也没多问。冯掌柜，货站向通恒司申报的账目，一般走什么流程？出库单、验货单对上，一路督查盖印，再送通恒司备档。验货是当场清点，还是凭单子走？这个嘛，督查那边事多，大宗货物通常凭封箱文书过，不一一开箱。那出库单上的数字，谁最后定？小顾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刚入行，想搞清楚规矩，免得将来出了差错担责。关键线索识别效率加15%。账目异常，分量差一截是实物层，2本账是账目层，封箱文书不开箱是制度漏洞，3层叠在一起，陆鱼的口子到底开了多深？一个人的眼睛只有2只，但网可以铺得很大。听这声闷的，里头水分没散干净，上秤必然虚重，是次品。再看接面，颜色匀的是头等，带灰纹的是掺了石粉。手指蹭一下，有粉末沾手，就是做过手脚的。这批货里头有3成都是这路数。
你记账的时候往优品那栏写，亏的是上头的事儿，跟咱们没关系，但心里要有数。腰不能弯，腿蹬北击，一直力从腿上来。你扛一天不酸，腰也保住了。对了，你这孩子学东西快，可惜进来晚了。要是早几年，言道秘闻 S 级，当前持有者尚未知晓自身才能。一个搬了20年货的老苗工，身上压着 S 级属性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。通恒司延误体系，这条线我得留着。苗叔，手脚越来越不稳了。东家，是脚下没踩稳，我这月扣半月工钱，入账，损耗自赔。陆基，你记得住每一笔损耗账，我也记得住每一个人。超出当前阶段建议接触上限，规避优先。陈赫，剑上早就标过这个名字。真人比数据更难缠。他和燕无篇各追各的，但2张网同时在收，早晚要撞在一处。已经带走2个外向面孔了。消息说他掌握了线索，秘书藏在城南一带，正一片一片往里收。你别靠我太近，先走。不能快，不能慢，就是一袋盐。本次评级优。一个烟雾雀还没甩掉，又来一个陈哥。搜查圈再收2天，就要压到古岩窟上了。天机剑有古岩窟的地形，但不知准确性。得抢在他们合围之前把地形摸清楚，进去取出秘术，出来一次解决。谢总今日在城里，我给你引了，但他这人开价从不讲情面，你手头铜钱够不够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够。东街3岔口挂竹帘的茶摊，自己找他。古岩突的地形，内部详细图，南区。420铜钱，图是真的。南区有一道封闭通道，官方测绘册子里没这一笔。那道岩壁坍了有年头了，没人往那边去。你要进，自己想法子。谢了。2份信息完全对上了，南窟秘阁就在那道岩壁后面。潮汐归元诀完整章节若真在里面，下次进去一次带出来，不能再拖。可以行动了。走着。
现场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那就没问题。有气流，内侧是空箱，气流是从那里流出来的，地图标注没有偏差。有人。是燕无缺的人，还是陆仪的眼线？气息压缩法，把自身气机压进骨缝里，别让它往外漏一丝。有查，继续查。躲过了。玄煞朝西宫残焰，完整度30%。竹简衣服缺页严重，核心章节不在这里，只拿到残页。还差得远。这里不是苦工区，你走哪儿来的？往里走错了，以为是东边那条旧道，结果全是死路，出来找人问方向。戴个面罩干什么？灰尘太重了。收。岩窟东道绕过去，别在这儿晃。残页到手了，但他已经看清我的脸。罗七，生命体征，战力完整，追查窟内可疑人员。少探把消息传上去了，他亲自来了。少探说有生面孔在深窟里乱转，顾谦，果然是你。击杀记录已生成，警戒值加20。不是吧？我以为是个大佬，自己把自己摔没了，真是离谱啊！你杀我，我还要给你收尸。唉，到了地府不用谢我，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罗七的尸体短期内应该不会被发现，但只要他失踪的消息传出去，罗七死了，但这件事才刚刚开始。搬货时吸气，气沉腹部，蓄在丹田，落步时呼气，顺着脊背往上送，正好走一个内功小周天。劳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，消耗多少，循环补多少，没有浪费。你个狗东西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！私吞账目1300余两，上线陆基。听着这个靠的啊，连卖解油了的，别反入问1300两，陆基知情，却没有动他，说明于彪的账目是陆琪留着自用的把柄。这条线，现在轮到我知道了。何兄弟，问你个事儿。马爷说，罗七最后那2天在哪片晃悠？有没有去过岩窟那边？罗爷的事儿我哪清楚？他那档次的人物哪会跟我们说去哪儿？
听说他跟几个入狱的起过冲突，你们入狱的消息灵，真没听到什么风声。马爷，我就是个打零工的，哪有那个本事打听这些？马央刚才拦我问罗琦最后的方位，说是有人见过他往盐库那边去。他具体问了什么？问罗琦有没有去过深库一带，我说不知道。他放我走了，但眼神不对，他在缩圈。记住，你和他说话的次数越少越好，别让他把你列进嫌疑线里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陈哥手下在盐库外围发现了可疑痕迹，今日就在盐仓区转，距密室那个方位差不了几步了。2条线同时在逼近，马我在缩圈，陈哥在探路，时间窗口已经不多了。苗叔，货站近日清点存盐，短缺40斤，账目对不上。长士，这话从何说起？私下倒卖货站存盐，证据确凿。今日起，你不必来了，我会知会通衡司的人。长士，我在这瓶上做了20年，从没动过货动1粒盐，您让我看看账。陆长士，窜缺40斤，账目在哪？搬出来让大伙看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质疑长士决定？你也想一起滚？我只是想看看账。哼，苗叔，今日之前把东西搬清楚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别为我惹事，你还要在这瓶上站下去。唉，压在我床板下20年了，没用处，你留着吧。20年，他在这瓶上扛了20年。盐道密文来源：就私盐帮遗物，与通衡司引刀渡关联。苗叔在这瓶上待了20年，见过的人不比任何人少。这块牌子和通衡司引当挂钩。陈庚此行的真实目的，他或许早就见过其中一角。扫描目标路1，威胁评级，对持有者构成处理级威胁。当前状态：主动布局中。新功能解锁轨迹回溯，可对已扫描目标调取近7日行动关键节点。路1，秘密会见，香痕送件外来偏手，时长约1炷香，铜钱宅院路属侧香。外来剑手，收买1元，私翻档案。他不是在追我，他在同收口3条线，按兵不动，先让他出牌。站住！外乡人核查，伸手。查吧。随从陈科市里外派搜组查组成员，持专属徽制任务，追查域外秘术持有者。走吧。暴露风险等级中度，当前已有2路势力对持有者完成接触性核查，建议降低行动频率，优先情报布局。路1多线收口，陈哥的人已摸到码头入口，搜查权正向这里拢，局面越乱越好，乱才有空隙可钻。等路1先动，我再落子。马阳。沈月已经去陆基那边报过信了，说你在古岩窟一带活动，还说你手上有好东西。果然来了，沈月这步棋，我等了3天。信息误导成功，陆基搜查方向已偏转，暴露风险低。你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我早料到他会走这步棋，所以提前喂了他一个假坐标。陆仪那边让他去查，等他查到头破血流，再说别的。过来一起吃，正好有话问你。你上回提古岩窟废道，说西侧那条岔口接不上主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随口听人说的，记不清了，不重要。沈月异常停顿，建议古岩窟西侧岔口列为探查目标。哦，对了，听说码头器械铺最近进了新货，你去看过没？没有，没空。3重攻颈。凝息、聚力、破顶，残本就这些。第3重之后是空白。高力度实战一旦撑过3重，后面什么都没有。残本是条死路，完整典籍才是出路。燕泽，是巧合吗？还是残本的人比我更早到过那条岔口？站住！外乡人核查，伸手。查吧。随从陈哥势力外派搜查组成员，持专属徽制任务，追查域外艺术持有者。走吧。
第一节点：陆一秘密会见外来剑手，地点：陆一宅院后门偏院，时长约1炷香。外来剑手收买1元，私翻档案。他不是在追我，他在通知收口3条线。按兵不动。残本习得进度：前3层已通，后续层级内容缺失，当前战力上限已触及残本天花板。警告：周边出现陌生气机探查，来源方向货站主视区。陆一的眼线就贴在外面。体魄增加8，内力储量增加15，气感精准度增加12。这也太爽了！账目哪本账？仓储亏空那本，账事儿早备好了，白纸字儿就等着往通祥司递呢。你小子手脚干不干净？心里没数？玉爷，最近码头那头传说通祥司在重查罗七失踪的案子，您知道这事儿不？知道，你小子这消息可真灵。不过你别问我，问你自己。我们长事儿可说了，你跟罗七那摊子事儿，账目上头可对不上。陆一，你把刀架得挺旗帜，但你账记得太急了。货站流水我烂熟于心，查假账只会反噬你。威胁更新：陆一已仓储假账诬陷，建议提前取真账或通恒司传唤前反向举证。这是账目数字。陆一仓储亏空的缺口数据，我记下的，麻烦您转给谢彤，让他往3大行世家那头的中间人递一声。你这是给他头顶架把刀，卷着就够用了。成，今晚之前到谢彤手里。陆西现在动我，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剑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今天在码头碰见个走南闯北的行商，他说，内部秘书的核心章节被石奔当年托付出去的那个人，据说是燕泽城附近某处隐居的老修士，此人与石奔有旧，具体在哪儿尚不明确，但线索没断，仍有迹可循。燕泽城附近吗？核心章节的下落从来都是一个方向，现在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。燕泽城附近隐居的老修士与石奔有旧，这条线可以查。这些外来的泥腿子，在我地头讨活干，交点过路孝敬是规矩，怎么不服？马耀，炼体3层，战力评级低阶。他3层，我6层，钱还回去。你，我说，捡起来还给他，你听不懂吗？捡，我捡。威望值加30。冯掌柜那边有进展了，托付核心章节的那个人大概率是城里某个退隐的老修士，具体身份还在核实，但线索没断。退隐的老修士不会是寻常角色，继续查，查到名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此人年轻，但不可小看。盐仓那件事，你应当听说过了。我只要他在通恒司的诉状递上去之前，无法再惹任何麻烦。陆一战力与持久者相当，善正面刀战，高位突袭是其弱点。已故外域剑修杀手，威胁骤升。陆一本体战力与我持平，实战刀战经验丰富，不善高位突袭，正面硬拼不划算，借高位奇袭可抵消战力差。
外域渐修才是关键变量。玄煞潮汐宫习得度34%，树叶缺失，威力无法完整发挥。陆英在加快动作，诉状一旦递上去，主动权就不在我手里了。账目是牌，但打牌讲顺序，诉状是死路，但账目是活路。只要我账目先到，那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任何一环断掉，全盘皆输。这么早，出什么事了？想问通恒司这边的渠道，不走明面的那种。义路督察韦杰，这个名字你记住，但见他之前，先把自己手里的东西理清楚。他认实力，也认筹码，两又不够，别去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韦杰，第二环的钥匙。但陆一那把外域渐修的刀已经出鞘了。顾谦，我知道你有理由不见我，但你还是来了。说吧，说清楚，我才决定要不要听下去。我承认是我把你行踪透露给陆羽保命，他后来扣下我买来的功法残本，但我抄了全文。如果你护我一段时间，内容全给你。无名体修残卷可辅助增强体魄韧性，与玄煞潮汐宫融，实用价值有限，但可做练习素材。一个盐道江湖人从盐库带出来的这东西，他称窟内深处做封闭盐津密室，藏有完整功法。他并未入内，只是听闻。格式的消息我已知道，但他能说出这个，说明这条线索流传的范围比我以为的更广，更多人知道，时间窗口在收窄。3个条件：第一，以后行动提前告诉我；第二，我的指令你照做；第三，我的消息不许透露给任何人。我都答应。你今晚先离开这里，去渡口药房等消息。残本缺页，答案很可能在那里。人呢？区域内敌对契机0。你威胁消除，关键局势反转完成。陆长室，账目那份东西，我昨晚就已经送出去了。如果你今晚出了意外，那明天一早证据就到刑商世家的桌上。所以你现在最好的选择是帮我写一份完整的自认书。玉彪，把他送回宅院，不许动，等我消息。是。玄煞潮汐宫，把契机压到最低，让天机剑都难以捕捉。我就是这仓里的一块旧木头。第3号目标，契机特征与外域剑形匹配度83%，建议重点警戒。外来剑手果然在里头，陆仪舍得花这个本钱。今天这事结束之后，要赶快去古岩窟，2条线必须依序跑完，不能有任何拖延。古岩窟方位已锁定，建议今夜完成深层勘探。陆西这边今晚算是收了尾，证据在手，自认书在手，明天移交，这条线断干净。功法还缺了那几页，古岩窟的深层，今晚进还是不进？
信息真实度低，背景人员检测到3名伏兵契机，建议持有者谨慎行动。昨夜废仓之后，文书已经拟好，只差在末尾签个名。盖印。我今日称病，明日不再踏入货堂半步。你要的，我给你。您保全了颜面，我保全了您其余的事，各退一步，买卖公平。陆长是好生养病，货部那边我来调理。以后按我的规矩来，多劳多得，没人欠谁的。月结改旬结，每10日一算，当面点清。有异议来找我，别背后嚼舌根。顾小兄弟这手腕，陆掌柜怕是做梦也没想到。冯叔过奖，倒是有劳您帮我存了一份账目附册，改日我再来取回。小事。隐藏属性：通恒丝外围现热，再到年限11年，当前上限未知。11年，这张脸在我眼前笑了多少次，那条线就埋了多少次。冯叔，咱们改天得好好聊聊。当然了，随时奉陪。目前3大行商世家联合核查，燕泽城货站近2季仓储账目存在亏空疑云，你需随我等接受正确。已经给了答案，胜率不足30%，账目证据我有，但那只是数字，他们要的是借口。无指示，账目我备得齐整，随时是可查。哼，账册由我方核查人员接管，你本人需同行，这是规矩。验证什么时候？账目的事容后再议。这一关算是过了。契机残留方向：燕泽城通恒丝驿站深处，来源等级中阶以上，介入时机经目未知。冯叔，上次说改天好好聊，今天就聊吧。你想聊什么？你比我想象中走得更快。有些渠道可不是谁都能进。还有一件事你该知道，义路督察韦杰这些天正在暗中接触城里几个关键人物，动作不小。无指示大驾，货站蓬荜生辉，账目亏空核查，奉令登门。长事若无异议，现在就开始。不用等，现在就查。韦督察的账册、行商的见证都在这儿，无指示请便。官方施压以消耗加速，建议按兵不动，待其路阔柴拖进。账目无误，今日核查就此结束。无指示公事公办，顾某心服。此事另有说法，改日再谈。纸条契机来源已锁定，方向通恒丝驿站深处，发令者身份未知。陆记货图，去年秋季盐货进项比前年同期少了3%，你来说说亏在哪一环？亏在装卸折损虚报，每批次多报3到5斤，再加转仓周期拉长，压仓费吃掉了差额。这一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装卸批次与周转记录对不上，日期错了2天，正好是压仓费起算那一天。账目这关你过了，实战考核规矩简单，你来接这一刀。不错，进过实战的，运气好，没死。文书进审批7日内下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这段时日
有人一直在留意你的动向，你在码头和货桌的几件事儿，那位大人都清楚。盐道监视那个缺口空了快半年了，百辰大人已经往高层递过你的名字。伯辰大人的意思，我明白。出来了，考得怎样？过了，那就好。不过我这边有个消息，你得听一听。裴然今天上午在城东驿站完成了武者转世，碎天狱等级榜单开了，全城入狱者都能查。碎天狱等级榜单，第3名顾谦，信息未公开，入狱者竞速压激活，外部竞争者转职节点已触发，建议加快转职节奏。谦哥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官方施压以消耗加速，建议按兵不动，待其路阔柴拖尽。账目无误，今日核查就此结束。无知是公事公办，顾某心服。此事另有说法，改日再谈。纸条契机来源已锁定，方向通恒司驿站深处，发令者身份未知。陆记货图，去年秋季盐货进项比前年同期少了3%，你来说说亏在哪一环？亏在装卸折损虚报，每批次多报3到5斤，再加转仓周期拉长，压仓费吃掉了差额。这一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装卸批次与周转记录对不上，日期错了2天，正好是压仓费起算那一天。陆一的人出了机关，说明他们连外库都没走通，深库入口还封着。那秘书还在里面？目前看是。陈哥在城里大张旗鼓，反而给了我时间查。你要自己进去？陈哥在外面收线索，陆一的人刚折损，两边都需要时间重整。这个窗口很窄。窄到什么程度？今夜别让两边都堵在库口。没有触压痕迹，没有绊索，没有凹槽，录音的人就是在这一段出事的。新功能解锁，地脉感应，可在封闭地下空间内标注压力传导节点，有效范围5丈。解锁算是及时。顶阶玄煞潮汐功完整版，可习得精神力适配，普通武者3倍。不急，先出去。域外势力追查标记物，关联势力等级超出燕泽城范畴，来源未知，警告，持有存在暴露风险。带走会被域外追踪，先接纹路，转职后通恒司查来源。陈哥追错了目标，他身边的铜牌才是域外势力的真正目的。他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。这时辰从里面出来做什么？货头让我进去数散粒，说里面压了一批旧散量，数完好核账。黑灯瞎火的数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找着，白跑一趟。货头是谁？鹿子头的，具体哪个管事我也不认识。派活就来，给钱就干。铜牌背后是什么？陈哥只是追查者，还是 play 的一环？此节运气路径与码头搬运时体感暗合，可做入门锚点。谁？是我，开门，快！陈赫那边开始查了，从古岩窟出入记录一个个比对，已经锁了几个人在排查。我手上这张东西来路不干净，被人盯上只是时间问题。你帮我压一压，我拿这个换。这上面记的是古岩窟哪段时段的出入流水，上月末到这月初，陈哥那边随从抄的。我这机拿了，没声张，但陈哥的人好像知道这张东西在我手上。
行，先放我这儿。这几天你别乱走动，有事我找你。那陈哥那边排查到几个人了？听说搜索到3个，不确定是谁。沈月，双面棋子，可用不可信，信息经筛后再决定。陈哥排查圈已是否列未知。陈庚搜查范围持续搜索，顾谦排查可能性上升。冯掌柜，劳您今日带个话出去，就说有老盐工提过，古盐窟深处那段窟道上月末塌了一大截，秘术什么的早碎崩塌，埋死在里头，谁要找也白费。这话往哪儿传？不用您亲口说，您在码头的几路兄弟闲聊时带一句就够，分3处3个时辰，散着来。今日码头有批粗盐盐块要点验，人杂，顺嘴传话不费劲。就这意思。消息传得快，我听了3版，说法不一。陈哥那边有动静吗？他的人今早库区外转后，散往城西，未入城内。重心移出去了吗？信息推进中，陈哥搜查重心出现偏移，3人排查名单收缩卡至1人，待定。1人了，还没定是谁，稳住就好吧。稳不稳不由我说，再等等。裴然在通衡寺一路署完成武者转世了，消息一早就传开了，圈子里都知道了。碎天域等级榜单快开放了，到时候谁前谁后全摆出来，藏不住的。裴然先一步完成转职，榜单一开，名次差距就是白纸黑字，所有人都看得见。碎天域入狱者榜开放倒计时更新，裴然已登榜，现阶位差距可见。榜单一公开，码头那边已经有人开始打听底线了。陆续那边有没有动静？裴然才第10时，你排第7，这消息现在满码头都传开了，陆氏不可能不知道。榜单一公开，就等于站在所有人面前点了名。我早料到如此，但来的还是快了半天。顾谦，你来了。长师约在城外，我自然得来。账目的事儿到这里就结了，人一起结了。潮汐压制，最佳释放窗口，当前体况满载。3年仓储，批次日期亏空数目，验货人手印都在上面。描述那笔账，算利息一起还。你背后是谁？就我一个人。陆英账目亏空3年，本职是奉世家之命彻查，今日起城中货站封存，相关人等一并扣押，包括这位搅局的年轻人。检测对象吴明达，修为断体6阶，倾向强势，危险系数中等。3大行商世家的稽查指示来得这么快，陆英这边刚落笔就已经到门口了。通衡司密牒，执事请至部。棋手主动棋局数，修为危险检测上限。检测上限，天机剑从来没跳出过这个提示。纸条是您送的。其实我观察你，比你以为的要早得多。下一步，我来安排。顾谦，坐。近来盐货盗损的案子，通衡司那边要核查，你管过2批入库单，随我去协助说明一趟，不费事的。陆一，欺骗值极高，随行人员属性：战斗、隐藏武器。2名账房发现有鞘勒痕，去通衡司施甲，半路灭手失真。长师，
这账目我看过，有几个数字怕是对不上，日期我自留副本，词柜货单号、别货、验货人一齐全。你留了副本，顺手的是决战倒计时，建议在城外完成最终对决，便于后续处置。当前喘口期有限。坐。你以为我注意到你是从盐仓区那次开始？其实更早。码头苦工棚，你首次用3人接力法，当天我就拿到了你的档案。比我猜的早太多了。账目博弈、实战战力，两样都要拿得出手的人，我在燕泽城找了很久。这个位置，你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。通恒司正式直接，可解锁议程体系核心技能照彻术。我接。转职受职，及时生效。照彻术解锁议程体系基础权限已激活，榜单可见度改定。当前排名将对全域入者公开。公开排名，全域入狱者都能看见。苦工，霍普掌事，盐道基石。下一集还有多远？